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文明是侵略别的文明建立起来的，因为人总是喜欢觊觎别人的财富，而懒得通过自己努力去创造。哈里森·福特饰演的雅各布·达顿在影片《1923》里说了这段话。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正是这部《1923》的第1集。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堪萨斯州。家主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达顿一家。雅各布·达顿的哥哥一家先来到美国，没多久，哥哥就抛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嫂嫂绝望之际，给雅各布写信求助。当雅各布·达顿来到美国时，嫂子也死了，只剩下2个孤儿。于是他领养了2个侄儿，在这举目无亲的荒凉之地扎下根来。一晃就是几十年，时间来到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5个年头。垂垂老矣的他带着一家人正在经历着艰难的一年。作为牧牛为生的家庭，蝗灾使赖以生存的草场枯竭，没有了食物的牛群虚弱死亡。看着日益严重的损失，他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他一家的事儿，身为治安官的雅各布还要处理更为棘手的麻烦。蝗灾让所有依靠草场放牧的家庭都受到影响。一些不守规矩的牧羊者把羊群赶到了别人家的牧场吃草，结果羊被杀了。牧羊者们为此闹上了法庭，为首的是一个名叫班纳的羊官。他恶人先告状，认为法官包庇杀羊者，却不提自己赶羊侵占别人的草场，而且当庭就大打出手。市长鸣枪制止。雅各布直言不讳，既然知道那是别人的土地，还故意侵占，就是盗窃。羊连根吃草的习惯，如果随意放牧，会让别人的草场成为荒地，这对所有畜牧的家庭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按照规定，除非下雨，否则山谷里不允许放羊。班纳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于是班纳耍起了无赖，声称羊是自己跑去的，然后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雅各布，声称达顿家拥有一座山才是牧场不够的根本原因。雅各布马上怼了回去，你想拥有几座山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自己花钱租，而不是靠白嫖别人的。说罢驳回了班纳的起诉。离开法庭，没讨到便宜的班纳不甘心地等在外面纠缠雅各布。雅各布建议他把羊群赶到无人区去放牧，班纳却说那里有熊有狼。雅各布怒不可斥地告诉他，怨这怨那的，就干脆别干这行了。说罢扭头就走。无言以对的班纳恼羞成怒地欲从身后偷袭雅各布，被旁边的警察拉住。这时镇长冲上来警告班纳，如果他还折腾，就让他进班房。雅各布也警告他，如果他还敢再践踏规则，那么死的不仅仅是几只羊，而是全部。说罢就和镇长离开。班纳明显不肯接受这个结果，他和达顿家这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个班纳是镇上家喻户晓的无赖。离开了法庭，雅各布来到畜牧协会的会桌上，他提出愿意拿出自己的山坡来给大家免费放牧，但海拔较高，需要各家的牛和牛仔集中起来，方便统筹。先扛过这一季再说。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雅各布领养的2个侄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大侄子约翰一直跟在雅各布身边，早已成家立业。另一个侄儿叫斯宾塞，他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退役战斗英雄，但他为战争中留下的精神创伤所折磨。战后他来到非洲，成为一个赏金猎人，辗转在非洲大陆上猎杀那些食人野兽。这一天他接到一个新活，是要猎杀一只潜入酒店野营区的豹子。酒店经理把他和他的2个伙伴安置在营地旁边的帐篷里。对于这个能够独立战胜一头强壮的成年雄狮的男人来说，一只豹子根本就不在话下。所以斯宾塞把2个土著伙伴留在了帐篷里，独自在草丛里等待着猎物。与此同时，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印第安女孩正在受到玛丽修女的刁难，她努力地回答着修女的一个一个问题，一旦答错，手背就会被重重打击，鞭打不断持续，痛苦让女孩最终忍无可忍地把修女打倒在地。随后2人就被带去见神父，神父先警告了修女，
然后面慈手狠地把女孩打得遍体鳞伤。残忍的修女不顾女孩血肉模糊的伤口，回来就安排了一场沐浴，这几乎是在伤口上撒盐。洗完澡，修女看着女孩滴血的身体，警告女孩别再惹事，免得两人都要受到惩罚。女孩桀骜不驯地敷衍着。夜晚，在完成了一天的家务课程和洗脑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好友看到女孩骇人的伤口，安慰她再忍1年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女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以前毕业的那些印第安女孩都承诺离开后会写信回来，然而全都音讯全无，她们必定没有回到家，所以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是逃走。雅各布的妻子卡拉是个能干的女人，白发苍苍的她对这个家庭倾注了所有的情感。这是丈夫回来的日子，她独自在廊下等待家人的归来。当听到马蹄声，她默数着远处的人影，确定一个不漏，才放心地回屋躺下。雅各布安排大家尽快集中牛和人手，每天饿死的牛都在增加，并问起小孙子的婚礼。杰克满无所谓地说自己可以让未婚妻推迟婚礼，这么直男的态度让父亲约翰觉得好笑。事事安排妥帖后，雅各布才进屋上床，看到妻子没睡，就把即将一起上山放牧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卡拉马上想到了小孙子杰克推迟婚礼的事，恐怕得自己出面解决。雅各布说杰克打算自己解决这件事儿，这让卡拉感到结果不妙。果然，当杰克笨嘴拙舌地向未婚妻提出推迟婚礼，这摆明是在告诉他还不如头牛重要。女孩子哭着摔门而去，这一状况让杰克措手不及，顿时慌了手脚。卡拉奶奶及时赶到，先把杰克劝走，自己提出和女孩谈一谈。卡拉告诉这个城市女孩，做一个农场主妇多么不容易，牛仔们风餐露宿在外也情非得已。牛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是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嫁给牛仔的浪漫和自由的背后是无条件的付出和信任。单纯又孩子气的女孩一抹眼泪破涕而笑，提出要跟着卡拉奶奶去找未婚夫。这对热恋中的小情人终于和解了。凌晨天还未亮，牛仔们就开始集中牛群，而同时羊倌班纳带着几个同伴偷偷剪开了达顿家的铁丝网，直接把羊赶进了达顿的草场上。这边各家集中的牛群被牛仔们赶着上了山。当杰克率先来到山坡，却发现了班纳的羊群已经侵占了草场，而远处的班纳举起枪，毫不犹豫地就向杰克开了一枪，杰克应声落马。1923是由哈里森·福特和海伦·米伦主演，泰勒·谢里丹编剧导演的《黄石》系列剧的前传，同是2021年播出的剧集《1883》的续集。这几部剧都是描写达顿家族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黄石农场所发生的故事，以家族成员之间的恩怨、保护家族的财产、与觊觎者斗智斗勇，以及与原住民之间的爱恨情仇，拉开了一部跨越了3个世纪的达顿家族奋斗史。本剧烂番茄影评人评分92分，片子延续了黄石系列剧里面的苦难压抑的主色调，这次是来自天灾人祸的双重困境，背景是禁酒和大萧条时代。但是这个时代背景的表现，单靠几个举着牌子的妇女和露天拳击大赛的街道，着实有点局促了。而本片最大的加分项是哈里森·福特和海伦·米伦饰演的老雅各布和白发美女卡拉，这2个老戏骨展现出来的那种老派的含蓄而坚韧的气质，是本片获得高分的首要因素。本剧现在播出到第4集，我们会尽快制作播出。好的，本集就介绍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们，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观赏，我们下期见。